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突然宣布好消息，全网直呼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今天我们有大新闻要讨论，杨紫突然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，整个娱乐圈都为之震惊。首先，我们来回顾一下杨紫近期的表现。首先，万众期待的电影《麻辣烫》正式宣布春节期间上映，这不是新年礼物吗？另外，与范丞丞搭档的《地久天长》也终于开播了，简直就是杨紫的新年，就像一顿丰盛的自助餐，让我们吃得饱饱的。杨紫在剧中饰演18岁和30岁的黄英姿，从青少年梦想的丰满到成人现实的骨感，她完美地把握了情况。作为一名记者，黄英姿在职场上频频遭遇阻碍，这远比她天真的想象要糟糕。朋友的去世让她内心的伤痛久久难以愈合，她一直在失意的阴影中徘徊。杨紫在剧中贡献了神级哭戏，涵盖了各个年龄段、各种情感，简直就是哭戏女王啊！虽然播出后网友盛赞杨紫的演技无可替代，但很多人都觉得她似乎总是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，很可惜。观众的审美疲劳是不可避免的，看多了就会觉得有点审美疲劳。别着急，这就是故事的开始。杨紫其实根本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童星，与那些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年轻演员不同，她似乎一路都在被否定和质疑。但她并不是一个会放弃的女孩，她只是不肯接受自己的命运，必须证明自己能做到。想必大家都认识《家有儿女》里的杨紫吧？那时的她是无数观众的快乐源泉。夏雪这个角色让杨紫名声大噪，但光环也限制了她的表演潜力。多少人冲着她的名气来找她，却发现她不再是那个天真可爱的夏雪，这让她一度陷入了低谷。没有可拍摄的场景吗？没问题，自己找吧。她不错过任何一个试镜的机会，也不错过一个不起眼的角色。战长沙是她错过的代表作。胡香香这个角色，从少女到为人妻为人母，从闹事到自己做主，杨紫每个阶段的情绪都被完美诠释。豆瓣评分接近9.1，简直就是演技派的代表。后来在《欢乐颂》中，她饰演了邱莹莹，一个不明朗的角色，为渣男辩护让关心她的姐妹们心寒。但同时，她也有活泼可爱、天真率直的一面。这个角色给她带来了很大的争议，但杨紫也用这个角色成功转型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爆款作品，《青云志》《白蛇传》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《亲爱的挚爱》等。每个角色前后都有很大的转变，情感爆发点也有很多。杨紫突破了过去的禁锢，她的眼神从震惊变成了愤怒，不自斩断，讽刺撕心裂肺。他的嘴角明明在笑，泪水却突然从眼角滑落，这不是演员，这是魔术师。然而，一旦有了实力，大家就开始后悔，为什么一定要演热门剧呢？其实杨紫不用演，但她必须演。在这个残酷的娱乐圈，只有你有价值、有流量，你才有选择权，才有资格选剧本、演角色。杨紫只是成千上万被交通困住的人之一。他很清楚，如果不走交通路线，他可能早就消失了。如果没有拍戏，他的梦想就无法实现。不过，他并没有就此妥协，而是低下头，打磨自己的演技。他受尽折磨，不忍心看他。他被揪着头发推来推去，重重地摔在了桌子上。杨紫20分钟的哭戏，背下了7页台词。拍摄过程中，他一遍又一遍地背诵。奉献了一场没有实物、最真挚、情感涌入心底的经典表演。谁能想到，曾经前途无量的孤独童星张一山曾这样评价他：一个生活中不会演戏，但在镜头前却总是真诚的人。戏里的杨紫演绎了极其感人的角色和演技，但戏外的她却总是充满真情。每个和她合作过的人都充满了对她的好评，让她在业内获得了难得的好口碑。他和乔欣在《欢乐颂》中相识，成为彼此最亲密的朋友。镜头外，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，即使不能亲自见面，他们也会发微信、拍视频。
当彼此有新作品时，都会第一时间转发推广。杨迪在综艺中饰演猪八戒，再现了猪八戒背着老婆的场景。在场的女嘉宾个个都有顾虑，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形象来陪他胡作非为。只有杨紫愿意挺身而出，将杨迪从尴尬的境地中拉出来。他待人总是用心，私底下还是个快乐的小糖精。梦想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他能在影视圈坚持下来，着实不容易。但正如他所说，人生就像一场游戏，在这个游戏中，我尽力完成每一关，然后让它变得更有趣。每个人都告诉他不，但他并没有认命，只是想证明你可以做到。尽管受到伤害、否认、嘲笑，但杨紫心里依然有火，咬牙坚持。因为他明白，机会是有限的，每次都不能轻易浪费。即使到达顶峰，也可能在更新的迭代中被遗忘。作为一个演员，你应该把你的作品展示给别人看。只有硬实力才是你事业的基础。压抑着这份不屈的劲头，一次次的试镜，一次次的自我推荐，杨紫牢牢地抓住了每一个成名的机会。这背后的努力绝对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也许因为天赋或者运气不够，你现在无法捕捉到满月，但如果你落入星光，你也是一个见过光明的人。还好，杨紫心里涌起一股不甘，为爱而活，为梦想而奋斗，成就了今天的她，温柔而坚强。2024年2月还没有结束，31岁的杨紫是一名高中生。而现在有爆炸性消息告诉大家，当红女星杨紫将出演新剧，饰演女高中生。是的，这个消息一出，震惊了所有人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惊人的事实吧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杨紫的事业。这位90年代的女星凭借《家有儿女》成名，出道已经10几年了。她非常美丽、青春、活泼。她出演过很多热门电视剧，人气很高。然而，杨紫都快30岁了，怎么能演高中演员呢？这根本不是常识。在新剧《地久天长的爱情》中，她将饰演高中女生黄英子。哎呦，这个消息一出，整个圈子都炸了。杨紫31岁了，想演女高中生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不过，该剧将于2024年首播，讲述7个在太空城大院长大的独生子的故事。光是想想就觉得很幸福。虽然人们对这部剧的期待很高，但杨紫饰演的角色也备受关注。31岁的杨紫演女高中生，会不会有点不可思议？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杨紫在影片中的表演竟然如此真实。她穿着学生服，扎着马尾辫，脸上带着一丝稚气，充分展现了女孩该有的青春气息，真的很像女高中生啊。然而当镜头拉近后，天哪，杨紫脸上的皱纹堪比高速公路上的皱纹。为啥还演高中生？这不是常识。难怪网上人们对人物设定感到困惑。不过或许杨紫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也许她想表达自己，所以她尝试一下自己的演技，也许会有意外发生。无论如何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《九爱》开播后，杨紫能否完整演绎辣眼睛这个角色，给大家带来全新的体验。但杨紫并不是第一次扮演高中生老人的角色，她有一个妹妹，名叫谭松韵。她曾在多部青春片中饰演女高中生一角，她还在最新的《再见李可乐》中扮演了一名女高中生。哎，看看她的演技，她已经30多岁了，看上去就像一个18岁的女孩，已经快追上女高中生了。她确实是一个专业人士。杨紫和谭松韵有什么区别？杨紫饰演的是一个自由的女孩。或许是因为角色的缘故，这个女孩看起来更加成熟，给人一种非常有气场的感觉。谭松韵饰演的是一个元气少女，看上去可爱天真，很有气质，类似乌登特。果然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。作为一个演员，我必须要夸一下我的作品。也许杨紫这次的表演是为了展现更多的可能性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她是在试图打破以往的印象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只注重外表，要知道演员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啊。
那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《九爱》开播后，杨紫能否完整演绎辣眼睛这个角色，给大家带来全新的体验。这岂不是意味着，到了2024年，这部青春大戏就要上演了？肖战陷入危机，央视最终批评反粉支持肖战。肖战挡住了谁？星光奖颁奖典礼上，肖战被东方卫视的一句话深深感动。林海老师的鼓励让他更加坚定了。于是，虾圈里的小飞侠变得更加勇敢，举起灯笼招牌，形成了一片壮观的红海。句号。这一幕让肖战感到非常感动，也让所有支持他的人看到了希望和力量。2020年2月的227事件引起了肖战的广泛关注，甚至震惊了娱乐圈。这件事让他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，很多人都对他避而远之，娱乐圈也变得更加无情。因此，到了2020年底，肖战的粉丝已经失去了希望，不再指望在跨年晚会上看到肖战的表现。在各大电视台保持沉默的时候，东方卫视挺身而出，邀请肖战参加跨年晚会。他们不仅让他表演了3首歌，还给了他最后的结局。众所周知，救人有难比锦上添花更让人感动，所以东方卫视这份厚待当之无愧。他们对待肖战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充满了爱和关怀。林海老师曾呼吁，当肖战遇到困难时，我们要理性对待他，不要过度消耗他，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。东方卫视给了他充分的信任和体面的机会，他也以最大的诚意回报。无论是他每年除夕的笑容，还是他在舆论深渊中的表现，都体现了他的真诚和感恩。近日，路透显示肖战已经直接飞赴海南参加《青春环游记》的录制，期待他的精彩表现。虾姐们得知这个消息后，觉得大家的默契互动给节目增色不少，节目的曝光度和收视率也水涨船高。然而，当节目播出后，他们发现肖战的戏份全部被剪掉了，这让他们非常愤怒。尽管他们一直在等待解释，但尚未收到回应。在肖战最困难的时候，东方卫视敢于支持他，最终获得了双倍的回报。这就是现实版的投桃报李，报答1分钱。如果蓝台能够顶住压力，把肖战的所有镜头都放出来的话，或许对蓝台来说是一个高光时刻，因为肖战是一个清醒、长远的人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都会坚持自己英寸底线。227事件后，肖战不得不暂停一切商业活动，只发行了《光点》和《红梅颂》2首歌曲。直到9月份，他才主演了央视首部抗疫题材剧《最美逆行者》。当他说出剧中“好久不见”这句台词时，所有粉丝都泪流满面。10月底的央视春晚上，肖战突然出现在舞台上，演唱了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，让很多彼得潘都惊讶不已。与其他明星不同的是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肖战工作室只能在活动前几分钟开始发布预告片。这种小心翼翼的前行，让人感到无比的感动和心疼。尽管节目收视率不高，但央视还是对每一位艺人一视同仁。肖战就是一个例子，尽管争议极大，但因被央视收养而备受关注。事实证明，肖战并不是宠儿，他根本没有任何肮脏信息。在品牌活动和直播中，肖战展现了渊博的知识和专注的态度，让人爱上他。虽然一直在拍戏，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。和主持人讨论护发时，他想起了很久以前专家讲过的秘诀。作为当红小生，他享受着流量，但同时也遭受着非议。尤其是这2年，很多当红演员的剧都受到了差评，但肖战的作品却受到了好评。这或许是因为他对于剧本的选择有独到的眼光，以及他的演技滑雪也很显着。虽然他的演技可能不如老演员，但至少不逊色于同辈的年轻演员。希望观众能够放下偏见，不要辜负肖战这位好演员的努力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